1973年12月22日，毛主席召集各大军区的司令员在北京开会。在这次会议上，毛主席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消息，那就是要将8大军区的司令员进行对调。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一个小插曲，那就是负责点名的王洪文和许世友将军之间居然还爆发了冲突。王洪文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甚至被捕的时候，王洪文还感慨说，当年点名点不动许世友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件事原本和王洪文关系不大，毛主席思考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。当年主席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，叫做枪杆子里头出政权。新中国的江山是真枪实弹打下来的，毛主席深知军队稳定，国家才能稳定。也正因如此，党指挥枪一直是我们不曾放弃的原则。但毛主席更清楚，军队是不可能一直稳定的。和汪东兴谈话的时候，毛主席曾经说，我们军队里也不那么纯，军队里也有派嘛，不知你们信不信？你们不信我信。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。8大军区的几个司令员，如许世友、韩先楚等人，自然个个都是新中国的功臣，对于国家的感情十分纯粹。毛主席也相信，这些司令员本质上不可能利用军队去为自己谋私利，但很多事情不是个人的思想所能决定的。一个人在军区待久了，他的身边必然形成小圈子，小圈子渐渐扩大，就成了私人的势力，到最后拉帮结派，欺上瞒下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多。总之，一个军区的全是老熟人，长久下去必生祸端。1973年，邓公复出之后，毛主席又和他谈起这个问题，问他有什么想法。当时邓公思考一下，便笑着将自己面前的水杯与毛主席面前的调换了位置。毛主席一看，哈哈大笑，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。所以1973年12月初的时候，先召开了一次会议。毛主席当时就对几位军区司令员说，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，搞久了油了呢。众人一听这话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随后毛主席又请出了邓公，说道，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，他呢，有些人怕他，但他办事比较果断。他又对邓公讲，你呢，人家有点怕你，我送你2句话，柔中有刚，绵里藏针，外面和气一点，内部是钢铁公司，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。这就算是初步决定了军区对调的事情。不过毛主席也预料到，突然接到这样的命令，各大司令员心里有不满和疑惑是正常的。这其中许世友和韩先楚2位将军的态度就比较抗拒，而他们抗拒的原因也都很一致，因为他们分别在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工作了10几年了，早就把军区当做了自己的第2个故乡。这些年来，他们在军区一边防范敌人，一边大搞生产建设，可以说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这份工作。现在骤然让他们离开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去，他们心里肯定是不舍的。毛主席的办法就是依次劝说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调动结果。而劝说的核心就是让诸位司令意识到，这次调动不是针对他们个人，更不是针对某个军区，这是为了新中国的发展不得不做的一次大计划。身为军人的他们也必须要扛起肩上的责任。毛主席劝说之前，许世友曾经说，毛主席曾经答应过我，让我永远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，因此我可以不和丁盛对调。毛主席和我说这话的时候，周总理就在旁边，他可以证明。这话传到毛主席耳朵里，主席也并没有生气，毕竟当年他的确跟许世友这么讲过。只是情况总在变化，一句话又不能当作圣旨，所以他很快让工作人员把许世友请到自己这里。果不其然，一见到毛主席，许世友也没有藏着掖着，直说自己并不愿意调动，他毕竟在南京已经待了18年了。毛主席没有直接批评他，而是提出自己想和许世友下一盘棋。这倒让许世友有些迷惑，但他还是听毛主席的话，坐下来下棋。没想到毛主席第一步就动了自己的老将。心直口快的许世友赶紧出言阻止说，主席，象棋上将帅不能见面，哪有第一步就挪动自己将的？您这下法我看不懂哦。毛主席抬眼看着许世友，过了一会儿才对他说，哎，人老了，人老了，指挥不动人家了，那我这个老将只好先自己动动了。许世友一愣，立刻就明白了，毛主席这是在提醒自己，一切行动要听指挥。现在自己因为个人感情不愿意离开南京，
这岂不是辜负了主席对自己的期望吗？想到这里，许世友二话不说，站起来敬了个标准的军礼，对主席保证：毛主席，我永远是您的兵，您指到哪里，我许世友就打到哪里，绝对不会有二话。许世友这个人，别看脾气急，但向来说话算话。他既然接受了毛主席的命令，那接下来正式宣布的时候，他自然也就没有二话，让去哪里便去哪里。不过面对王洪文，却还是发生了不愉快。12月22日，会议再次召开，毛主席向大家宣布了各大军区的对调结果。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同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对调，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瑜对调，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同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，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同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对调。这次会议上，许世友这样的军区领导自然是主角。不过王洪文却也非常引人注目，因为他当时已经官至副主席，毛主席很看好他，有意培养他，所以在这样重大的会议上，毛主席还专门让王洪文来点名。但是正是这次点名的表现，让毛主席对王洪文大失所望。王洪文当时仕途坦荡，自以为前途一片光明，所以早就飘飘然了，甚至连许世友都不放在眼里。毛主席让他点名，他便觉得这是自己地位的象征，所以当时他表现得十分张狂自大，惹得台下的一众军区领导非常不满。他当时第一个点的就是许世友的名字，只是一看他那副轻浮毛躁的样子，许世友完全不想理他，而且脸色很难看。王洪文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氛围的变化，他看许世友坐着动也不动，也没想到什么圆场的措施，反而是大着嗓门又喊了许世友的名字一次。王洪文这个态度终于把许世友彻底惹火了。许世友一下子站起来，冲着王洪文说道：许世友的名字是你喊的吗？你做政治火箭行，领导军队不行。随后许世友把手里的茶杯往桌子上重重一摔，这下气氛是彻底冷下来了。本来志得意满的王洪文见到许世友这般表现，居然一下子大脑空白，没了主意。原来在此之前，王洪文居然还错误地觉得自己跟许世友的关系不错，因为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见过许世友，当时为了拉关系，王洪文还和许世友吃过几顿饭。当时许世友和王洪文还没有直接的矛盾，所以对这个后辈表现得比较客气。王洪文便觉得自己已经得到许世友支持了，但事实上对于王洪文这样一个善于钻营的人，许世友是一向看不上的。过去一些小事忍就忍了，但现在军委调动大事，王洪文还如此洋洋自得，许世友算是忍无可忍。台下一众老同志看着王洪文在台上紧张无措，心里都犯嘀咕：今天这件事王洪文表现得不好，许世友当众不给他面子，当然也有不对。不过越是这样的场合，就越是考验王洪文这个副主席的能力。要是这样一件事他都想不出办法解决的话，将来怎么给他挑国家的大梁？然而最后王洪文的解决办法却是让众人哭笑不得。眼见自己镇不住台下的老领导，王洪文居然畏畏缩缩地转过头，把目光对准了毛主席，也就明摆着对大家表示他是没能力解决这件事情的。毛主席看到会场变成这样，心情自然也是颇为复杂。看着王洪文求助的目光，毛主席并没有说话。这时候还是周总理站起来，不动声色地拿走了王洪文手中的点名册，继续把名字点了下去。许世友等人对周总理自然没有什么意见，所以这件不愉快就这么掀了过去。军区调动的事情也没有人再提出反对。毫无疑问，这件事情对新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。邓公后来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还为毛主席的政治智慧赞不绝口。他说，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，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，有个势力范围。而王洪文和许世友之间的争端是这次大事件之中的一个小插曲，不过也很值得探究。许世友看不上王洪文，原因很简单，那就是王洪文这个人私心太重，只想着为自己捞好处。但是论起办实事的水平，却只能说一句不堪大用。许世友一辈子征战沙场，打了无数硬仗，面对王洪文这样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，必然是不会给面子。王洪文能够平步青云，一方面靠的是心狠自私，一方面也要说一句运气好。论起高深的政治智慧，他身上是不具备的。王洪文最初在上海发迹，1968年国庆节的时候，作为地方代表的他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。
毛主席对王洪文的第一印象很不错，毕竟这个年轻人乍一看文质彬彬，谈吐又好。更重要的是，王洪文的经历够丰富，他这个人既种过地，也做过工人，还当过兵，当然也做过干部。毛主席当时感到，政府中老一辈革命者们年事已高，急需培养下一代的接班人，所以对于王洪文这样的新生代干部，毛主席愿意给他们机会。1972年，在毛主席的指示下，王洪文终于得到了正式在北京工作的机会，这让王洪文喜不自胜。他这个人对于权力有着极度的渴望，这一次好运降临在他头上，他高兴得差点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。毛主席费了这么大心思去提拔他，培养他，当然也是对他寄予厚望。但没多久，这个年轻人的表现就让毛主席失望了。军委会议上糟糕的表现只是其中一件，还有其他的许多事也让毛主席觉得王洪文这个人扛不起责任。比如说，王洪文到北京之后，毛主席曾经让人给他送去许多马列书籍，希望他能够好好研读。结果王洪文对这些书几乎是动也不动，因为他只顾着吃喝玩乐了。甚至来到北京之后，他还曾经同有人抱怨说，在北京的生活不如上海潇洒，在上海根本就没有人管束他。他的表现太过张扬了，大家都看在眼里，就连许世友这样的老领导都知道，王洪文整天不思进取，只知道喝酒聚会。1973年，王洪文被提拔为副主席的时候，许世友就曾经说过，中央副主席有周总理就够了，没必要把王洪文放上去。当然，最后王洪文还是成为了副主席。然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，王洪文终究为自己的权力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而这也印证了许世友当年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，一个小人配不上这样高的位置。如果当初王洪文听到许世友的话，能够反思一下自己，或许他的结局会有所不同。不过一生醉心于权力的他，不走到绝路，恐怕不知道反悔。